受疫情影响，当前全球经济和市场环境沉浸在持续的巨变中，大宗商品、原材料价格上涨，汇率不断波动，出口爆单成为常态。当下这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，不仅仅会影响进出口贸易，应该说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受到影响，当然也包括房地产价格。那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深度的解析一下中国房地产未来10年的发展趋势。第一，房地产价格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？第二，中国房地产未来发展趋势。第三，未来中国房地产的租售模式会发生哪些改变？本期视频硬核高能，涉及一些前瞻数据，可能影响你未来的投资决策，建议收藏备查。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，房地产价格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？其实任何商品的涨跌都离不开3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国际市场的冲击，国际市场环境复杂多变，不仅会影响大宗商品，房地产也不例外。准确的来讲，任何一个国家的房地产价格都会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，例如会受到汇率市场的影响，当然也会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。在美国经济比较好的时候，不但美国房地产价格在看涨，会拉动世界经济一起往上走，对其他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也是利好的。如果美国一旦出现金融危机，或者美元汇率大幅波动时，中国市场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。如果国际金融炒家和外资机构嗅到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，就会蜂拥而至，炒高地产价格。第二个，商品的供求关系，供不应求，价格上涨；供过于求，价格下跌。过去的10几年里，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供不应求的，人均住房面积从只有10平方米逐渐增长到50平方米。正是因为强烈的住房改善需求，支撑着新房越建越多，房价越涨越高。第三个就是商品的货币属性，啥意思呢？通俗的讲，就是房价上涨与货币发行有一定的关联。换句话说，房价上涨跟通货膨胀有一定的关系。2004年，我国 M2 发行量 ，M2 就是市面上流通货币加上百姓活期储蓄货币，再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定期存款，这些一共加起来才20多万亿元。此后10年间保持10%左右的增长，个别年份增长率甚至达到了20%左右。截止到2021年2月，M2 发行量已经高达220万亿元，10年间 M2 发行量翻了3番。这么大量的货币如果进入实体经济，就会引发物价的动荡。但是房地产此时就充当了货币超量增长的吸收器或蓄水池，把多余的资金给吸收了，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物价指数得以平稳的增长。但是房地产市场却呈现5年翻一番的场景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中国房地产未来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走势呢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新房交易规模、投资热点地带还有房价平均增速这3个方面来聊。第一个结论是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新房交易规模将逐年递减。过去的20年间，中国房地产市场新房销售规模从1亿平方米增长到17亿平方米，翻了4倍还多。为什么增长势头如此迅猛呢？主要得益于4点原因。第一个就是城市化。过去的20年里，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上升了近26个百分点，不仅是农民工进城务工，小城市的人口也转移到了中型、大型、超大型城市。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长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增长。第二个是旧城拆迁改造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，就要调整功能布局来提升它的人口承载能力，这也会产生比较大的新房销售量。第三个是房屋质量的提升，城市现代化程度在不断增加，原来质量差、建筑结构不佳的砖瓦房都变成了现代的高层建筑。第四个是人均住房面积逐渐增加，1990年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平方米，到了现在已经达到50平方米，这就催生了改善性购房的需求。而目前这4个因素在今后的10年会逐渐淡出，未来10年中国新房交易总量会每年有比例的缩减，呈现负增长的趋势。10几年之后，房地产市场每年的新房交易量可能下降到不足10亿平方米，总体上萎缩大约40%。换句话说，房地产市场交易规模已经达到了顶点，未来交易总量可能呈现趋势性缩减。那这么说来，是不是房地产已经凉了呢？也不能这样讲。往后的10几年，房地产市场虽然不会再遍地开红花，但是房地产市场依然还是热点市场。这是什么逻辑呢？我们的第二个结论就是，投资热点地带将会集中在3个地方，一个是中心城市，也就是省会城市和同等级别的城市，比如山东省的济南市和青岛市，广东的广州市和深圳市，内蒙古的呼市和包头。第二个是大都市圈，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超过2000万的超级大城市就会发展出大都市圈。大都市圈会对周围1.5万到2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产生经济辐射的影响。
象。大体上以超级大城市为中心，50到70千米为半径，画一个圆就构成一个大都市圈。这些大都市圈里面的一些中小城市也可能成为房地产发展的热点。第三个是城市群，以超级大城市为中心，400到500千米为半径范围内的城市还会构成城市群。城市群中的大中型城市也会是房地产开发的热点地区，所以这些都是房价升值潜力比较大的地区。平均来看，增速将不高于 GDP 的增长率。最后一个结论，未来今后的10几年时间里，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将会趋于稳定，既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，增长率小于等于 GDP 的增长率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未来中国房地产的租售模式会发生哪些改变？过去我们的很多房地产企业就跟皮包公司一样，不断的买地造房，造了房子之后就跟清仓大甩卖一样，赶紧脱手卖掉，惊人的流水速度。比如说造了50万平方米，当时的造价成本是1万元，销售价格是1.2到1.3万元，最后扣掉一切成本，有15%的回报就算是不错的了。算下来还没有你去五金店买一副麻线手套，搬一天砖下来的投资回报率高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目前房地产企业的运营模式，这应该是最笨的一种。但他之所以这么干，是因为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是空手套白狼，土地的钱不是自己的，借来的；造房的钱、开发的钱都是借来的，预售的周转金是从老百姓手里借来的，甚至工程款也是施工方垫资的。他们就需要借鸡下了蛋，卖了鸡蛋再去还鸡。所以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最好的企业也只能造完房就赶紧出手，回笼资金还账。还完这一大圈的账，要是能剩10%到15%的利润，嘴角都要咧到耳后根了。但也有例外，你像李嘉诚，就他的房地产经营理念而言，真的是活该他有钱。他在1993年的时候，在上海浦东搞了一个世纪雅园，因为是自有资金，所以2000年造好之后也不着急卖，先租10年。到2010年，这个房子已经从2000年的1万元每平方米变成15万元每平方米。他回收到期的房子，然后每平花了1.5万元装修了一下，500套别墅全部以15万平方米的市场价格卖掉，赚的是盆满钵满。所以造好就卖的房地产商，你大概就可以推断出他的负债率应该是非常高的，因为他们被逼着还各种债的结果。那美国华尔街经营地产是怎么干的呢？美国的房地产企业会将30-40%的房产造好了就甩卖，自己持有50-60%的房产用于出租，出租30-50年后，房价上升的好处就进了房地产企业的腰包了。但是他们出租以后也不会把自己的本金都套在里面，既然出租就一定会有租金。这个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登场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一条新闻，中国内地公募 REITs 问世，公众配售十分火爆，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REITs 到底是个啥。它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有了它，房地产企业可以自己持有房产，把房子租出去后，再利用 REITs 的方法，用每年的租金来付 REITs 的利息，然后由信托公司来提供一笔资金。这个资金不是债务，有点像资产证券化一样。啥意思呢？就是以现金流作为抵押，比如房子值100亿元，信托公司把100亿资金给房地产企业，这100亿不算房地产企业的外债，算是它的证券化资产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以后房地产企业投资热点地区的房地产企业肯定会长期持有租赁，这样又能回收成本，又能享受到地产升值的长期红利。所以10年以后，中国差不多有50%的房屋是用于租赁的，剩下的50%才是产权房。50%的租赁里会有20%是政府出资造的保障房、公租房，租赁给了低收入群体。低收入群体只要交的租金能够支付政府保障房款的利息就可以了，政府就可以把这个本金给信托公司，搞一笔 REITs， 政府也就不用负债了，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。出租之后，如果老百姓因为各种原因要去别的城市发展了，房子退出来就给新居民中的困难户。现在这种租赁保障房只有5%，未来可能会增加到20%，剩下的30%是房地产企业自持租赁，余下的50%还是保持现有的产权销售。当然，这些说的都是新增租房，不是存量房。所以说，未来房地产的租赁市场应该说还是一片欣欣向荣的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当下的房地产企业经常是透支信用、高杠杆运行，导致房地产市场乱象层出，一地鸡毛。而他们的融资渠道不外乎就16种：自有资金、银行贷款、预售房款，就是老百姓抵押贷款交的预售房款；建设单位的垫资、房地产信托、上市融资、房地产商品证券款、联合开发，就是让合作单位把钱一起打进来；房地产企业的贴息贷款，就相当于卖房信贷。
房地产企业拿出10亿元，这10亿就相当于贴息贷款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房款100万，首付30万，另外的70万可以去申请银行贷款。银行贷款里面就是贴息3个百分点。第10，售后返租。房地产企业卖房子后又找户主租回来，去做酒店式公寓出租，保证给户主10%到15%的高利息。对于买房的人来说是一个刺激或者诱惑，但是这种模式存在很大的风险，到最后很容易变成高息揽储，最后形成一堆坏账。境外融资利息比较低，一般是1%、2%的利息。借了外国的债券或者资金，一般就是2%到3%的利息，非常的划算。但是如果遇到人民币汇率突然贬值，就血亏了。所以这个最好是在人民币有强烈升值预期的时候才能操作的，需要看时机。融资租赁简单来说就是把设备所有权卖掉，但是你还继续以租赁的形式占有使用。私募股权就是非公开股权交易，债券融资、项目担保融资、夹层融资，这个就相当于股票市场的债转股。这16种融资方式，在一个糟糕的资金链控制能力差的房地产企业面前，每一种都是魔鬼。并不是这些融资工具有问题，而是房地产企业有问题，这才导致烂尾林立，老百姓积攒了大半辈子的血汗钱打了水漂。所以未来10年，这些糟糕的房地产企业会被市场这个大筛子淘汰出去，数量会减少2/3，留下实力雄厚的房地产企业。他们将借助 REITs 来降低企业负债率，增加自持租赁的比例，这无疑会更加进一步的刺激了房地产租赁市场的繁荣。